第30分鐘，西班牙的法比安·鲁伊斯在禁区里抢在所有人前面，一脚补射，球钻进比利时的网窝。西班牙1-0。这球之前西班牙已经围着比利时的球门敲了半个钟头了。罗德里試过，亚马尔試过，奥尔莫那一脚更险，直接被门将库尔图瓦一巴掌给拖了出来。眼看又白忙活，法比安·鲁伊斯跟了上来，捡漏补射，总算砸開了。憋了半場，可算開張了。可這個1-0，西班牙也就高興了10來分鐘。第41分鐘，比利時右路，卡斯塔涅一記傳中，德凱特拉雷在門前高高竄起來，頭球一頂，1-1。西班牙壓了整整40分鐘，比利時逮着一次機會就把比分給你扳平了。而這場球最狠的一下還在後頭，西班牙從被扳平那一刻起，又轟了47分鐘，愣是沒轟開第二次。最後是叫一個剛上場1分多鐘的替補一刀給捅穿的。這是8強，也叫1/4決賽，誰贏誰進4強，輸的這就回家收拾行李了。這場球在洛杉磯踢的，中立場帶，誰也不占誰便宜。看台上黑壓壓坐滿了人。西班牙這支隊是本屆世界杯的零封機器，前面一路踢下來，門將烏奈西蒙鎮着，幾百分鐘愣是一個球沒丟過。幾天前他們剛在16強把 C 羅的葡萄牙1-0送回了家，那也是一場故事。後頭咱還得提，比利時那邊呢是黃金一代的最後一屆世界杯，德布勞內、庫爾圖瓦、盧卡庫這一批人陪球迷走了10幾年。前面幾場他們手感火燙，連着灌進去一堆球，殺進8強。裡頭那個德凱特拉雷16強對美國那場剛剛梅開二度，進2個，正是一雙熱腳。所以今天這場是強碰強，兩把好手掰手腕，誰也別想輕鬆。上半場基本沒比利時什麼事，西班牙從頭壓到尾。第10分鐘羅德里，第21分鐘亞馬爾一腳接一腳往裡砸，到第30分鐘奧爾莫那腳神仙球逼出庫爾圖瓦一記神撲，緊跟着就是開頭那一幕，法比安撿漏補進1-0。緊接着第35、第40分鐘亞馬爾又是2腳，差一點點就把比分擴大。可就在西班牙覺得要起勢的時候，第41分鐘那記頭球來了，卡斯塔涅右路一傳，德凱特拉雷禁區中路高高躍起，砸進球門，1-1。這個頭球分量可不一般，他是西班牙整屆世界杯丟的第1個球。前面多少場的水不漏，幾百分鐘一個球沒丟的一支隊，那串零封記錄就斷在德凱這記頭球上。過2分鐘，第43分鐘，西班牙那個19歲的小將庫巴西還吃了一張黃牌，就是裁判記你1次警告。這個庫巴西你先記一下，散場前那記遠射就是他掄出來。多說一句，這個德凱特拉雷這小伙子前些年在 AC 米蘭踢的那叫一個不順，被人戳着脊梁骨說是水貨，這2年轉到意甲的亞特蘭大才算把自己重新踢明白了。本屆世界杯直接成了比利時鋒線上最燙的那只腳。你看他這個頭球，卡斯塔涅轉中的落點，他起跳的時機卡得死死的，被人摁着打了一整場，就抓住這麼一次機會，一下就還你一個，這就叫逆着場面。踢球有時候就這麼不講理，你控球再多，架不住人家一次就打成了，你就說氣人不氣人？西班牙壓了一整個上半場，控球、射門全面碾壓。回到更衣室一看比分1-1，一個半場的辛苦叫人家一次機會就給抹平了。下半場西班牙是真急了，進攻直接踩了油門。第52分鐘亞馬爾的射門被封出來，第61分鐘亞馬爾又一腳，庫爾圖瓦撲了。第62分鐘奧亞薩瓦爾的機會還是庫爾圖瓦擋下。你數數看，這些必進球一多半栽在庫爾圖瓦手裡，硬是叫他從門線上給薅了回去。這位庫爾圖瓦是誰呢？皇家馬德里的門神，身高快到2米，公認當今世界最好的門將之一。皇馬就是西班牙的球隊，所以場上好幾個西班牙國腳，平時在聯賽裡天天跟他打照面，誰什麼路數他門兒清。今天這半場幾乎就是他一個人把西班牙整條進攻線給扛住了。最憋屈的得數亞馬爾，這18歲的小孩一場下來射了好幾腳，腳帶着威脅，可就是進不去，一次次撞在這個大推一輪還多的老門將身上。年輕人的銳氣撞上老江湖的經驗，頭一個回合亞馬爾吃了比。當然比利時也不是光挨打。第62分鐘德布勞內在外圍掄了一腳，西班牙門將烏奈西蒙飛身給撲了出來，這是比利時整場為數不多的一次亮劍。也提醒你一句，瘦死的駱駝比馬大，這隊真要抓住一次機會也是要命的。數據擺出來你就明白西班牙有多憋屈了。全場控球西班牙68%，比利時32%，
射門，西班牙17腳，射正8腳，比利时才5脚，射正俩。射正是啥意思呢？就是踢到门框范圍里，门将不出手就得进的那种。还有个数据叫预期进球，就是把一场球创造的机会按质量折算成按理该进几个。西班牙这场折出来是2个多，比利时连半个都不到，一邊狂轟濫炸，一邊就是打不開。為啥？就因為對面門前戳着一個庫爾圖瓦，身後還有比利時全隊回縮，擺了個瓷實的鐵桶陣，就等你漏破陣打反擊。給頭一回看球的兄弟解釋一下啥叫鐵桶陣，就是防守那隊把差不多10個人全撤回自己半場，在門前一層一層碼得跟牆似的，就賭你進攻這隊使勁傳，使勁倒腳，倒來倒去愣是找不着門。西班牙這套踢法叫傳控，講究的就是拿傳球一點點把你陣型撕開個口子。可你撕了半天撕不開，控球率再高也白搭，控球又不算分，進球才算。這就是為啥比分能僵到80多分鐘，急得場邊的西班牙主教練直薅頭髮，講這堵牆怎麼塌的。之前呢，老馬從3數到1，你要是聽着還帶勁，正好趁這功夫把屏幕底下那個訂閱給點了。3、2、1，得嘞，咱接着說，這堵牆塌在庫爾圖瓦自己身上。下半場踢着踢着，庫爾圖瓦大腿出了岔子，他賽後自己說，大腿前面那塊股四頭肌疼得厲害，疼到再想使勁開個大腳都費勁。到第71分鐘，趁着一次場邊補水的暫停，比利時的教練組把他給換下來了，換上來一個替補門將叫拉門斯。庫爾圖瓦是紅着眼圈流着淚下場的。賽後好多媒體都在說，今天這一場很可能就是他為比利時國家隊踢的最後一場球了。你想想，一個人扛了大半場，把西班牙的進攻全擋在門外，最後自己傷退離場，這對一個門將來說太不是滋味。這個股四頭肌就是大腿前面那一大塊肌肉，門將開大腳蹬地起跳撲救全靠他使勁，這塊一傷等於武功廢了一半。更麻煩的是換上來的拉門斯一整場都在替補席上坐着，身子是涼的，手也是生的，冷不丁被推到世界杯8強這種火上澆油的場面上，心裡能不打鼓嗎？這就給後頭埋了個雷。門神一走，比利時後防的主心骨就沒了。西班牙壓了70分鐘只鑿開過一次的這扇門，這下真漏份兒。第86分鐘，西班牙換人把梅里諾換上了場，幾乎就在同一分鐘，比利時把35歲的德布勞內給換了下。第88分鐘，機會來了，西班牙那個19歲的庫巴西在外圍掄了一腳遠射，替補門將拉門斯撲着撲到了，可球沒抱穩，從手底拖了出來。梅里諾正好就跟在後面，逮住這個機會，近距離左腳一捅，球鑽進死角，2-1。梅里諾從上場到進這個球，滿打滿算1分57秒，還不到2分鐘。替補席上屁股還沒坐熱乎呢，上來就碰了2下球，一刀致命。而最扎心的是德布勞內，第86分鐘他剛被換下，這會兒正坐在替補席上，眼睜睜看着這一幕在自己面前發生，一點辦法都沒有。他這最後一屆世界杯很可能就定格在這麼一個畫面裡了，坐在場邊看着對手絕殺。90分鐘踢完，裁判又找補了幾分鐘，補時裡西班牙的庫雷利亞還有一腳又被拉門斯給撲了。中場哨一響，西班牙2-1。從被扳平算起，西班牙轟了47分鐘沒轟開的門，梅里諾上來不到2分鐘給捅穿了。說到梅里諾這一刀，你要是看過咱上一集，這會兒準覺得眼熟。上一場西班牙1-0葡萄牙，就是 C 羅謝幕那一場，補時賭秒絕殺的，也是他。梅里諾同樣是替補上來的，連着2輪淘汰賽了，這人都是從板凳上下來一腳定江山。對葡萄牙那回是10打10的補時賭秒，這回對比利時上場不到2分鐘，關鍵先生超級替補梅里諾這人設算是徹底定死了。你說他平時是個什麼人呢？之前在西甲的皇家社會踢了好幾年中場，前年轉會去了英超的阿森納，平時不顯山不露水，專幹那些髒活累活。可一到淘汰賽最要命的時候，教練把他往場上一放，他就給你進球。這場8強往深了看一層，說到底是2條替補席分出來的勝負。先看西班牙首發那11個人，摁着比利時打了快90分鐘，地盤是攆住了，可真鑿開比利時大門的，除了法比安那一下，再沒第二個。真正掀桌的全是板凳上下來的人。梅里諾連着2輪替補上場就絕殺，上一場絕殺葡萄牙給他餵球的費蘭托雷斯也是替補。2輪淘汰賽，西班牙的制勝球一個不漏了，全產自替補席。這些牌全攥在主教練德拉富恩特手裡。
這位前年剛帶西班牙拿了歐洲杯冠軍，替補席往那一坐，個個上來就能頂事。賽前就有美國媒体點過這一筆，8强剩下的這幾支队裡，西班牙的板凳是最厚的。反過來看比利时，替補席薄得嚇人。门神一受傷，接班的拉门斯24岁，世界杯头一场球就得直接頂上这种火線，那记脱手，你還真不能全賴這孩子，真正該算的賬在前頭。比利時黃金一代風光了10幾年，可這10幾年愣是沒在這批老家伙身後攢出一批接得住班的年輕人，全隊的命就拴在一個34歲門將的大腿上，大腿一傷，整座樓都跟着晃。所以啊，庫爾圖瓦那道牆塌了，塌的真不冤，牆扛了10幾年，老了傷了會塌，天經地義。要命的是，比利時這10來年沒在牆後頭砌出第二堵牆。咱也得給比利時說句公道話，今天這一場大概率就是比利时黃金一代世界杯的謝幕了。35歲的德布勞內，曼城踢了那麼多年的傳奇中場，這多半是他最後一屆世界杯，一場舞沒跳完就被換下了。庫爾图瓦門神一個人扛一整场，最後含着淚伤退。還有德凱，本届手感這麼燙，也架不住獨木難支。再加上盧卡庫這些老面孔，這批人風風光光了10幾年，今天就到這兒了。輸在一記獨秒絕殺上，不丟人。而贏球的西班牙是另外一茬青春。亞馬爾18歲，巴薩這2年最火的天才，好多人拿他當梅西的接班人。再加上佩德里、庫巴西這些孩子，一水的年輕人，他们先送走了 C 羅的葡萄牙，又掀翻了比利時的黃金一代。一頭一尾2代人的世界杯都是被這幫西班牙年輕人給終結的。那下一關呢，等着西班牙的是法國。法國那邊剛剛2比0淘汰了摩洛哥，進的4強。他們那場也懸，摩洛哥的門將布努一個人扛了1個多鐘頭，硬是沒讓法國輕鬆。你要說巧不巧，這2場8強的劇本還挺像。法國那場是摩洛哥的門神布努一個人死扛，西班牙這場是比利時的門神庫爾圖瓦一個人死扛，都是门將封神。區別就是布努硬扛到了最後，庫爾圖瓦沒扛住。法國這支隊可不好惹，鋒線上姆巴佩帶着一幫快馬，能突能射，是本屆公認的奪冠大熱門。半決賽西班牙碰法國，美東時間7月14號星期二在達拉斯踢，台北時間就是7月15號凌晨了。西班牙想進決賽，這一關是真正的硬骨頭。這場最大的看點就倆字：青春。亞馬爾碰姆巴佩，2代金童正面撞上。姆巴佩對摩洛哥那場腳踝崴了一下，不過問題不大。賽後他自己說沒事兒，預計趕得上半決賽。還得順一句，亞馬爾7月13號才滿19歲，過完生日第2天就得上場跟姆巴佩掰手腕。這19歲的頭一件事就夠他記一輩子。另外半個區，阿根廷、瑞士、挪威、英格蘭那幾支也快見分曉了。4強的圖景這2天就該齊活了。阿根廷有梅西，挪威有哈蘭德。英格蘭憋了60年就想圓這一個夢，隨便拎倆出來都是硬仗。最後留個問題，梅里諾這第3刀對法國還捅得進去嗎？評論區壓一個，咱看看誰的眼神準。行了，覺得老馬這場給你講明白了，就順手點個訂閱，加個關注，往後一場不落，跟着老馬一塊兒看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馬，咱們下一場見。